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其实工作特别忙，中午休息时间只有10分钟，所以最多10分钟我要赶回店里上班去的。哦，好的。我知道你特别恨陈俊生，也特别恨我。我理解的，你心里一定积了不少怨气。我今天来就是准备让你来出气的。今天我们就把旧账都算清楚了吧？你开心吗？算清楚？怎么算？你告诉我怎么算。你好。冷静，不发泄，不指责，他和陈俊生就永远欠你。这个账呢，没法算。如果你今天中午就是来跟我说这些，我们还是别说了，因为这笔账怎么算，你跟陈俊生都是欠我的。这2年之内50万，我们真的拿不出来。20万顶多了，1个月之内付清，你看可以吗？不管是50万还是多少，说过的话就不能收回，不能让步，否则你就是一个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人，后患无穷。这件事情呢，没有可商量的余地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要的太多了，那我就不搬了嘛。反正这个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住惯了，挺好的。你好，你点浓浓卡。好，谢谢。10分钟到了。对不起，10分钟到了，我得回去上班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这杯咖啡我买过了。把孩子和房子判给你，是对的。毕竟错在我。这样，00的房子呢，被前夫要走了。我们现在是租房子住。等我住过去呢，就是2个大人加1个小孩。等以后这父母老了，我也得把他们接过来住，这就是5个人了。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60、70平，显然是不够的。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是这样，你看，你带着平儿，加上雅琴，这顶多3个人。就是能不能，我给你按揭一套小的，这个大的我们来住。但是2个房子差价我补给你，绝对不亏你的。这个按揭的房子呢，写你的名字，将来你怎么处理都行。陈俊生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个？我是真没办法了。你知道，我真是恨不得拿我所有东西来补偿你个平儿。但我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，之前是赚了不少，但我们家开销也大。我之前算是努力赚钱养家的，我对我自己不说，但是我对你和平儿，在钱方面是不亏欠你的。我就想你多少能不能念点旧情？念个旧情？你跟我离婚的时候，你念过旧情吗？我不是没有求过你，我求求你念念旧情，不要抛下我跟平儿。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是怎么说的？那就当我没说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真是没想到，突然间会有这么多问题。但我是真希望你跟孩子会越来越好，至少比我好。
房子的事儿，我会考虑一下。谢谢。我真不是要占你们便宜，就是互相通融一下。走吧。谢谢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心软了，看着一个过去给我依靠、让我羡慕不已的男人，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胆怯和无助。我确实如他所说，顾念起了旧情，只是这种旧情的成分里，不再有依恋，更多的是怜惜。我来送孩子上学。跟爸爸走吧。那你呢，妈妈？妈妈上班去了。一起吧，送完孩子再送你。不用了，受不起。我还想跟你聊聊房子的事儿。进去吧。拜拜。爸爸妈妈再见。再见。你不是有事儿跟我说吗？车上说吧。你看公安大楼的房子怎么样？比之前的是小一点，90多平，但是呢地段好，周边服务设施也挺好的。你昨天才跟我说的，今天早上已经看好房子了。不是，我之前呢在链家 APP 上看过照片，看过实体房子，觉得也不错，随时可以入住，手续人家也给办。所以你是早就已经替我决定好了要买这个房子，让我搬过去了，是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想，如果你要是不肯搬过去的话，我跟玲玲要住的。这卡你拿着，里边有20万，算是补偿吗？这确实是我能拿出来所有的钱了，没有更多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够呢，我之后分期付给你。每月你跟孩子的钱我也会给，房子的月供也我来出。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好，我搬过去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多加2000块。房子小点我无所谓，但2000块直接影响到我跟平儿的生活质量。怎么了？不舍得啊？不是，就是突然觉得你像变了个人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，然后你煽情到极点，我就痛哭流涕，伤心欲绝，最后还是成全你们，委屈我自己，对吗？那你要我怎么样呢？我确实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，没有其他的了。你不答应我就加到3000了。子君，你记住，是你逼我的。来啦！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罗子君家吧？啊，是啊。啊，这里有份快递。这什么呀？箱子，快递单在这儿，签一下吧。箱子。是罗子君收，没错吧？哦，没错。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吧？搬家？啊，对。
没人搬家呀？因为这个箱子啊，它是专门搬家用的。哦，我把你抬进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啊。好。往那边放。好的。这一款呢是我们克里缇娜最新的专业沙龙植萃的机能系列，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都是进行量肤定制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啊，喂，你好，那个箱子是您送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送的，我是玲玲。巨生说你们过2天要搬家了，让我订点纸箱给你们快递过去。我以为过2天才到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到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是，谁搬家呀？没有人要搬家呀。是这样的，俊生呢给罗子君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，可能过2天要搬过去。你是雅琴吧？我一直听俊生说起过你，这些年你带平儿辛苦了啊，而且这段时间你也挺费心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其实找一个好保姆挺难的，他们能找到你，真是他们的福气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。先生一直对我都挺好的，能找到这样的东家也是我的福气。那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就挂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罗小姐，这是您的钥匙，这以后有什么需要啊，随时联系我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来楼201。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居然没有跟我商量一下。哎，那么大的一个房子，你说换就换了？你连他给你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你都不知道，你就答应了？这不是来看了吗？连婚都离了，还要被他再骗第2次。走吧，陪我看房子去。这也没有保安啊。真是挺旧的。这房子怎么感觉冷冰冰的？合适住人吗？可能住一住就好点吧。我估计连你们家雅琴都看不上吧。雅倩肯定不会喜欢的，她一直说原来的房子特别舒服。你要是觉得这房子不合适呢，直接跟陈俊生说不换了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他都给我20万了，每个月还多个2000块的抚养费。你不知道这2000块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有多重要呢。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置换，拿到手里也不止这么点钱。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置换、看房子、买房子吗？你看看这儿，看看这些家具，陈俊生分明是做好了充分的打算，恨不得我今天就带着孩子和雅琴搬进来住，把原来的房子腾空了给他。我看着急把你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不会是陈俊生，是玲玲吧？你听我说，你去找陈俊生，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，2年之内再补偿给你50万，要不然你就不搬。他嘴里说今后补偿你，慢慢补偿，口说无凭，必须落到白纸黑字。还有这笔钱，玲玲必须知情才行。我现在给你写一张欠条，你直接拿给他签字。2年50万会不会太多了？以我对他薪酬水平的了解，2年省50万，肯定能省得出来。这2套房子之间的差价何止100万啊！你已经亏了，我的冤大头小姐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谁打电话过来，说是搬家要用纸箱子，陈先生让订的。还没说要搬家就催着我走，真是心够急的。那这个放这儿还是放走廊？
那看样子你是知道陈俊生要我们搬家了啊？你怎么想啊？你跟我和平儿一起走吗？子娟，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，我对吃啊住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，不然也不会干这份工作了。这平儿呢，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像家里人一样，我当然希望看着她长大。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儿，你家里怎么有事了啊？我亲姐姐病重了，我必须得回去一趟。这个事儿我1个月前就想跟你说了，这不是看你也焦头烂额的，所以想等你安顿好了再跟你提这事儿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去多久回来啊？这个不好说。我那个姐夫走得早，孩子都在城里打工。我姐要是真瘫痪了，我得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呢。不过我肯定会回来的，我也舍不得你跟平儿。我要是回来给你打电话。雅琴，你说老实话，是不是觉得我钱给你给少了？我可以加的呀。不是，真的是因为家里有事儿。不是你这样我都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现在还在上班，怎么照顾平儿啊？你要么容我1个月的时间好吗？我再找到一个放心的保姆，你再走好不好？我也想啊，不要说1个月了，我恨不得一直待下去。可是家里这个事儿没办法，人命关天。哦，那个平儿的衣服还没洗呢，我去洗了。根本不可能，50万，又不是5万块钱，都给了他，我们日子怎么过呀？不当时说好的是20万吗？然后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，到时候剩余的我们再贴补给他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态度很坚决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这个时候把箱子送过去，这不是撵他走的意思吗？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？我吃相不想那么难看，可是你说的呀。当时你看见我买打包箱的时候，你说给罗子君也买一点，让他搬家的时候能方便一点，我就给你买了呀。再说我们租期也到了，如果他不搬走，我们住哪里去啊？是当时你不让我续租的。要不我跟房东再聊聊，我们再租1年。对不起，我太急了，我脾气不好。但是我是真没想到，他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这怎么说？就是态度强硬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。而且我觉得他不是说说的，我要不签这个字啊，他是铁定不会搬走了。他不是吓唬我。我去跟他说。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，而且没准是好事儿呢。他看见我了，把气儿全撒出来了，没准你再跟他谈就容易了呢。雅琴要走，玲玲要跟我谈谈。我厚着脸皮问陈俊生要多一点的钱。每个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，对过去的罗子君来说，买双鞋都不够。我睡不着，但是我必须睡着，否则明天上班站不动。我想哭，但是我不能哭，否则明天眼睛肿了要挨店长骂。我想大声咒骂生活的苦，但是我必须克制的微笑。当着孩子的面，我要反反复复地说没问题，一切都很好。谁说一声太多？
这才几天的时间，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。就你一个人在家啊？哦，呀，这什么？这箱子啊？哦，打包的哈。对对对，这个陈俊生啊，赶紧打包，赶紧搬去跟那狐狸精住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他什么时候搬走。这个房子已经判给君君了，他总不能赖在这儿吧，对吧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陈俊生要什么东西，拿走，全拿走。他不要的东西，我们不留账，扔到垃圾箱里，全给他扔掉。等他走了以后，就这个房子，我们好好的收拾一下。哎呀，等我有空了，我也来这几天。哎，陈俊生说要打什么东西走啊？啊？雅琴，我问你话呢。哦，这纸箱子是子君他们母子俩用的，陈先生不走。晓得的，君君跟平儿，你讲什么？你讲君君跟平儿搬走？啊，走哪儿去啊？他搬哪儿去啊？啊？哎，这个陈俊生的主意吧？我跟你讲，没有王法了，这怎么可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个君君答应了，简直昏头了呀！哎呀，不行啊，这简直昏头了，这个丫头啊！哎呀。雅群啊，今天下班是不是很晚的？好了，我就在这等他了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呢？啊，对了，雅群啊，晚饭不要做太多了，炒几个小菜就可以了，我吃不下，气死我了，简直是啊！哦。不接电话呢，这个孩子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陈俊生，我是他丈母娘，前丈母娘。陈总不在。不可能啊，他得来上班呀，怎么不可能不在呢？阿姨啊。啊，哎呦，贺涵呀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陈俊生这个王八蛋简直是太坏了呀！阿姨，你小点声。我跟你讲，真是太坏了。他把君君赶出原来大房子，你说这个人坏不坏？你说这个事情气人不气人呢？我正好，你是他领导，你跟我一块去找他，当着你的面，我看他还敢满嘴跑火车吗？阿姨，陈俊生还没来，要不然您跟我去坐一下，等等他。哦，他没有在是吧？那我信你的话啊！啊，我正好我渴了呀，我想喝点水啊。来，你跟我来。哦，好。你要喝什么？哎呦，那个，什么水都可以呀。好。哎，干嘛？起来！子君啊，我们陈家是对不起你，可是你不能这么狠心呐。君生之所以想回来住，不是为了别的，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所以他才想把我们带回来住的。你现在问他要这么多的钱，他要是有的话，早就去买一所大的房子了。子君啊，你以前心肠都是很好的呀。子君呐，你也知道我们老两口平时省吃俭用，这是我们全部积蓄，25.3万块钱连整带零都在这儿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也别2年了，我一次性都给你啊。您说那50万啊，我们实在拿不出来，行吗？子君。
子君啊，我今天把我的金银首饰什么的也都带来了，你要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啊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是把老底儿都交给你了。那个老太太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也知道，子君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会要你那些东西的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，好歹以前都是一家人，怎么现在弄得这么斤斤计较？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。我多希望在这个时候还有贺涵的手机在那头教我怎么做。我闭上眼睛，我想如果换做贺涵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骂我同情心泛滥，容易妥协。他会要我坚持，保护自己。你别哭了，你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哭了会伤身体的。子君啊，你现在要这么多的钱，不是让我儿子去偷去抢去犯法才能拿得出的吗？做人不能这么狠呐！这些首饰你拿回去，不要，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，对我来说什么用都没有。你不要了？我不要这些，我要的是2年内给我50万。啊！程俊生已经动用了他的情人，现在把老两口又搬出来跟我讨价还价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管是他找谁来都不行。妈，我现在不该这么叫你了，阿姨。你现在一心想跟儿子住在一起，你也生怕母子分离，那你应该可以理解到，当时你们老两口跟陈俊生怎样不顾一切的要从我身边把平儿抢走，我是什么感受？你们还只是一套房子的问题，大不了再租个公寓就解决了，而我当时的境地，要比你们崩溃的多。子君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怎么现在你变得这么狠呢？啊？你们让我跟儿子搬到小房子去住，2套房子之间差价100多万，我只要50万，不多。狠心的不是我，狠心的是你们当儿子。对不起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不然我要迟到了。要是觉得我要的太多，我就不搬走了。明天我把门锁换掉，你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去。子君啊！还有，你们刚才说我变了，没错，我是变了。所以麻烦你们回去转告你们儿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说，不要再浪费时间跟我谈感情。我们之间最没得谈的就是感情。老太太，没事没事，别伤心了。那您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哎呦，我当然开心了呀！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呀，50万呀，50万呀！我就说嘛，这个房子不能这么白白的给他呀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源源不断，一波一波的，这个赔偿钱就到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这个说这个军军长进怎么这么快啊？他跟谁学的呀？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跟唐晶，是不是跟唐晶学的？大概是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真
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。不行，这唐晶还得好好帮他。哎，听说唐晶这本事是跟你学的呀？真的假的呀？不敢不敢，他天赋异禀，自学成才。阿姨啊，那您接下来是在这儿再等一下陈俊生，还是怎么样？不等了呀，我等他干什么了？不用我教训他了，我们君君可以自给自足了也。好，阿姨啊，那您这边请。哎呦，麻烦你送我啊！你看。啊。我就说，你看你工作这么忙，你还去送我啊？好在啊，我不是回家要远一点的，我就去南京路。你说你人怎么这么好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唐晶真的好福气耶。好，阿姨，走，我送你来。哎，好。来，把您的包拿上。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哎呦，我真没有想到哎，这事儿太好了，简直是的。哎，阿姨，看脚下。好呀，好呀。阿姨啊，哎，去南京路哪里？啊？逛街啊？不是的，不是逛街，我要去那个百乐门的。百乐门？对的。去跳舞啊？是呀。要不然，你看，我穿这么漂亮的高跟鞋干嘛呀？我这个鞋子啊，6000多块钱的，都是羊皮底，不能沾水的，沾水就废掉了。就是去跳舞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大白天的去百乐门跳舞？是啊，否则呢？贺涵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去到那个什么公园啊、广场去跳舞的吧？百乐门那个地方还是要高级一点的，因为需要买门票，所以人呢都比较正规。正规是什么意思啊？正规就是说啊，到那儿表面上是跳舞啊，但是实际上是去找老伴儿的。因为呢，花了钱了，买了门票了，所以人跟人之间呢，心还相对的能够诚实一些的。就是我觉得比在外面喝咖啡要好呀。你比如说，我跳了一支舞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人还不错，我继续跟他跳。但是，我要觉得跳完这支舞感觉不好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说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我再换一个人，我再看看别人怎么样。一支舞的时间，您就能知道对方人好不好？对的呀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有的人啊，他是说的话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儿。但是你不知道啊，你就会被骗啊。但是跳舞不同，你只要手一搭，几个身体动作，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古板先生啊，他还是一个老色鬼了。阿姨，您真是高明、智慧。哎呦，贺涵，你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的。我不过是阅人无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。你比如我一看你贺涵，哎呦，我就觉得真的好得不得了，我就想你要做我女婿多好呀！哎呀，可惜我的2个女儿真是高攀不上。至于说这方面啊，真的，我有功夫我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就这个人呐，你好的，阿姨，你看前面马上到了，哎，你喝点水。哎，好呀，好呀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没有跟那个老万跳舞呀？对的呀，我才不呢！老婆刚死了2个月，就急吼吼的出来跳舞发展女朋友了。哎呦，我最瞧不上这样的人了。哎，怎么？是那个戴着金表的那个老头是谁啊？哟，你的眼睛倒是蛮尖的哈。那个戴金表的是华侨，刚刚来的。哦，哎，听说他的老婆啊也没有了呢，他儿子在美国的呢。哎，条件挺好的，而且修养看着也蛮不错的啊。哎，
哎呦，你太迟了啦！你看，人家是带舞伴来的，他嘛也就是借这个地方跳跳舞。是啊，已经有组了。哪个？就是跟他一起跳舞的那个女的呀？就是呀。哎，看上去身段还蛮可以的哈。一看以前肯定是学过的。切，跟你讲啊，一看就是个骗钱的货色，真的。就这个大金表，早早晚晚被他骗的。珍珠，你来了。哎呀，老林啊，你好。我们跳一个。哎，好的呀。哎，去吧。谢谢啊。娜娜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。你把这些数据统计一下，所以关于鞋的这些的。喂，什么事？罗子君，干得不错嘛，又在自我强大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。哎，你在听吗？贺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上次你要的那双鞋，我帮你到仓库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啊。你稍等。对，我帮你留了的应该。你稍等啊，我看一下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50万的事儿啊？贺小姐，刚刚把你的母后大人送去了百乐门舞厅。啊？我妈去舞厅了？她去舞厅干嘛？您去舞厅穿这双鞋？哎呀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双鞋非常合适的，我们这个鞋跟一点都不细，穿着很稳，而且我们牌子的鞋底是很软的，保证跳舞是脚不痛的。那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就帮你留着了，好吗？你的尺码我是知道的。哎，对，好的，那你有空来试一下。没问题，留一双大红色的，不要羊皮底，可以去跳舞的。拜拜。那明天我帮你们把东西拿上车，我就不跟过去了。回老家的车票你买了吗？还没有，明天去买得成。我来吧。你吃。妈妈，我们的新家很远吗？不太远，就是比现在去学校呢要远一点。我们的新家漂亮吗？当然漂亮了，你的房间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。那为什么雅琴阿姨不去呢？雅琴阿姨还回来吗？会回来的，放心吧。你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好吧。刷牙啊。晚安。晚安。雅琴，你也去睡吧。你呢？我一会儿就睡了。终于是曲终人散，终于是离开了那个容留我整个青春的，以为是庇护所的大房子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但至少我是迎着阳光的方向而去。光阴笼罩下的过去，就由它渐行渐远，我不回头。
要是真的有月如意啊，就好了。贺总早。早。忙着呢。哟，没看见你啊！这家里边事儿太忙了，公司事儿堆一堆，能多做点多做点呗。那介不介意再忙一点，帮我个忙？没问题。你都不问什么事儿就答应？啊，你都向我开口了，这说明，这事儿适合我做，而且我能做。其实我不是奉承你，从你来了之后，我这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，迟到早退的，都是你给我足够的宽容。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工作已经按时按旨的完成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至于几点钟上班下班，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卡曼的那个项目是阿当姆替我承担了责任，所以我才能继续留在晨星，留在这个位置上。而且他在引咎辞职的时候，给我们晨星留了一个台阶。所以卡曼现在希望这个项目我们能够跟 BNT 合作。合作？对。虽然这种事情不常有，但是也不是没有过。他们看中了我们晨星前期的市场调查和数据收集 ，BNT 的问题解决和分析。那你这么说，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啊。但是你知道 ，BNT 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唐晶。为了避嫌，我不太方便插手这个项目，所以我想让你去。